下棋只收信不集资，诚意这盘大棋，行内人才看得懂。落子无悔。我最近一直在想这4个字，倒不是因为我多爱下棋，是因为它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有个演员，他经营自己整个职业的方式，跟下棋是一模一样的逻辑。各位好，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八卦，慢慢说哈。我想聊一个我观察诚意观察了挺久，但一直没找到合适角度切进去的事儿。先说清楚我的立场，作为他的观众，我当然是有偏爱的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我今天想跟你保证的是，我接下来讲的这套东西，判断我可以做到公平。因为我不是要夸他人好，我是真的觉得他身上有一套值得当成行业案例来拆的经营逻辑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第一层，先说你能看到的。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，关于它的标签大概率是这几个：佛系、低调、有点老干部、爱下象棋，连打车软件都不太会用，叫外卖的借朋友手机。他生日会怕打扰村民，主动给周围村民。我得查一下具体细节，这个我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但大意是，他连办活动都在替别人考虑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戳人的细节，这个细节我也是从粉丝社区看来的，你听个意思啊。粉丝送礼物，娃娃、摆件、手办，他基本不收。剧组那边的处理是实物退回去，只留下手写的信。甚至有一次翻看粉丝画的画册，满心欢喜，翻完了摸了摸，最后还是没收下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清高？是不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？外界很多声音就停在这儿了，给他贴个佛系做的标签，翻篇。但等等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往下挖的那一层。我先给你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我最近才想到怎么把它说清楚，叫反向薅羊毛。你想想看，正常的饭圈经济是怎么运转的？说白了，它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薅法。粉丝的购买力是可以被设计、被引导、被放大的。有些做法你应该见过，同样的料子，挂个明星联名，定价能比奢侈品还高，直播间一上链接，杂志销量刊价能被生生抬起来，还有那种集资的小推车，一推，数字哗哗往上走。我得强调一句，我不是在骂这个模式啊，这是行业现象，存在有它的道理，品牌、平台、艺人各取所需。这套打法本身没有原罪，但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是尽可能高效地在短期内把粉丝的爱转换成数字，火候追的是快。而诚意这几个行为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他在干一件完全反着来的事。品牌方找上门，正常艺人是想着怎么把代言费谈高，对吧？有报道和粉丝社区的说法是，这个细节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，听说而已，你听个意思，他反过来会反复跟品牌方商量，把价格往下压。你先消化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个顶流主动让品牌少花钱。粉丝送的实物礼物，正常逻辑是收下，是情感绑定，是宠粉人设的素材。他反过来退回去，只留信。集资变现的那套小推车，在他这儿基本是关着的。这就是我说的反向薅羊毛，别人是想方设法从这片羊身上多薅一点，他是反过来，生怕多薅了那么一根毛。跑题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把这个逻辑说完。第三层，真正的逻辑是什么？你要是只看到他人好他清高，那还是浅了。我寻思，这背后其实是3笔很清醒的账。第一笔账，关于谈判权。先说一个数据啊，这个我得保留一点，因为它更多是粉丝那边整理出来的。2025年，它有3部有效播出的剧。业内有个共识，一个艺人能不能拿到全球代言人这种顶级席位，是有硬门槛考核的，播放数据、口碑、商务履约、舆论盘面，综合算。2025下半年到2026年初，他连着拿下几个全球代言席位，有的品牌甚至是空窗好几年才重新启用这个位置。2019年那次他和老东家的合约问题等等。不对，我说混了。
我捋一捋哈，和欢瑞解约，商务彻底重启，是2025这一轮的事，不是2019。2019那阵子是另一段。行，拉回来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当你手里有这么强的牌的时候，你主动压价才有意义。这不是讨好品牌，这是议价权的展示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能让品牌多给钱的人很多，能在自己最值钱的时候反而帮品牌省钱，把合作做长的，这才是真有底气。这是长期价值股的玩法，不是赚一票就走的泡沫。第二笔账，关于退礼物。很多人觉得这是冷淡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是一种特别成熟的边界感和风险自觉。顶流收粉丝贵重礼物，在今天是有现实风险的，价值界定、廉洁合规、舆论解读，哪一样出问题都是大事。他把所有实物退回，只留一封信，既保护了粉丝，也保护了自己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克制不是个人能随便做到的，需要一整个团队的纪律。而且我得说句心里话，看到摸了摸，最后没收下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我愣了几秒。因为那个摸了摸里面明明是喜欢的，他不是不想要，他是想要，但选择不要。这中间的克制比直接拒绝难多了。这里得插一句，处理一个绕不开的声音。前阵子网上有个说法挺火，说某艺人3个月丢了13个代言，有报道直接点名他是苦主。但你要是只看这一句，就被带跑了。粉丝社区当时整理得很清楚，品牌方在团队交接期暂停续约，本来就是行业常规操作，不能拿这个否定艺人价值。而且他现存的代言，像六福珠宝、Gap 都已经续约，战家、Olay、笑容家这些新的全球席位还在排队往上加。所以你看明白了吧，这不是掉代言，这是商务逻辑在换挡。旧的合约走自然周期，新的更高级别的席位补上来。说白了，是从普通舱升到了头等舱，只不过升舱的那个空档被人截出来当成了跌。说到底，真正支持他的人这些年看的就是这个，不是看他一时多热，是看他这套经营到底稳不稳。现在看稳。第4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讲到这儿，我想回到开头那盘棋了。他爱下象棋，这个爱好我一开始觉得就是个普通爱好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象棋里有3个概念，你把它拿去对照他的演戏和职业，严丝合缝。推演棋局，下棋高手落子之前，脑子里已经把后面好几步都走完了。这不就是演员的人物准备吗？据粉丝转述，他演戏挺讲究，提前把一个角色在脑子里推演到极致。落子无悔，回到开头那4个字。我的理解是这样，一条戏就像一颗子，机器一开，那一条就是当下唯一的一次，落下了就改不了，所以每一条都得当成唯一的一条来拍。大局观，下棋不能只盯着眼前这一子，得看整盘。这就解释了他职业里那几步看着反常的棋，别人用空闲时间上综艺，多赚一笔，多刷脸，他用空闲时间一个人下棋。从机会成本看，这是亏的，少赚了。但从大局看，这是在沉淀，是把短期的曝光让位给长期的状态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先补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步棋的分量。这2年整个市场对流量速食其实是在退烧的，平台、品牌越来越看长期稳定输出。行，在这个背景下，你再回头看它，单飞，自己组盘。2026年把悬疑剧受谎当成一个重头项目，接下来演心理学家和复仇者的双面角色。这哪是佛系？这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在按自己的节奏落子。他这个 style，说实话，在今天这个又卷又快的环境里，稀缺。这部分是我个人的判断，不绝对啊。如果说错了，我下期改，但我倾向于认为，这种反向的活法不是不会薅，是看不上那点小利。他薅的是时间的复利。所以，你要问我反向薅羊毛到底图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图一个能下很久的棋局。我自己有句话一直挺信的，走得慢的人反而看得到风景。
这盘棋也一样，落子无悔。有些人选择落得快，落得满，有些人选择落得稳，落得远。没有高下，只是路线不同。但懂他的人会懂，他选的是后面那条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你们去翻翻他下棋或者退礼物那段的视频，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是佛系，还是一盘很大的棋？